相传呢，圣杯太清醒的时候会跑掉，会飞掉，所有的男子们会冲上去来夺取这个12颗圣杯，抢到人呢就可以获得贝神1年的祝福。目前呢，人口只有大概400多位族人，也是全部的原住民当中呢，唯一用贝壳祭拜的一个族。Hello， 大家好，我是 Bessie。我现在呢，人位在高雄的桃园区。你看我后面就是整个被山包围着。今天呢是2月27日，我要来参加的是拉鲁瓦族的圣杯祭。我的频道呢非常久没有更新了。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看到我的频道呢，记得先按下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不要错过后续的分享。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拉鲁瓦族的圣杯祭，一年当中最重要、最有独特性的这个祭典。拉鲁瓦族呢，他们是在2014年才被证明的第15族原住民。目前呢，人口只有大概400多位族人，也是全部的原住民当中呢，唯一用贝壳祭拜的一个族。这个独特的圣杯祭呢，其实和拉鲁瓦族的迁徙传说有关。相传拉鲁瓦族的祖先呢，最早是居住在今天台东的海端一带，并和传说中的小矮人族群和平共处。后来因为各种原因，祖先们决定离开原来的居住地，到其他地方寻找新的生活空间。那在迁徙的时候呢，小矮人把珍贵的法物，也就是圣杯，赠送给拉鲁瓦族人，叮咛他们每年都要举行这个圣杯祭，来延续和祖灵的连结。之后呢，族人一路向南迁徙，最后来到今天高雄桃园区一带落脚，逐渐形成现在的聚落。在族人的传说中，当年最后离开的社群美容社，被认为呢是直接承接了小矮人赠予的圣杯祝福，所以最早的圣杯祭主要由美容社来举行。后来呢，因为其他社群逐渐发展出自己的祭仪系统，让圣杯祭成为整个族群的重要文化传统。如今，拉鲁瓦族主要分布在高雄老农溪流域一带，并形成排简、燕耳、美龙、纳尔瓦4个主要社群。根据族人的口述分享，过去呢，在圣杯祭完整举行时，往往需要6到12天的时间。随着现代生活形态的改变，祭典逐渐调整为在1天内完成，但他们仍然保留各个仪式中最重要的文化与精神意涵。在这影片当中，我们会看到2个各自独立发展出不同记忆系统的圣杯祭。分别是在2月27日的燕耳社以及2月28日的美容社，那就继续看下去吧。一早来到了燕耳社的祭仪场，我们可以看到中央已经放置着一只猪只，那这是即将进行刺猪祭的准备。这个仪式呢，主要是将猪只献祭给天上的众神灵。刺猪祭的整个过程呢，现场的气氛可以说是非常慎重与严肃的。部落男子在集会所唱完准备歌后，会有主祭带领大家一一进入祭场。男子们会一一沾酒，喊出达木指天，告诉祖灵我们要入席了。女性们则是高举游山木，喊完达木后才会进入队伍内跳舞。刺猪这个动作呢，会有2位男子到猪只旁边拿着长矛压制，主祭举着弓箭，主祭刺下猪只。猪头割下后，会把它挂在男子聚会所的2柱上，一直挂到祭典的结束。这时，所有人会唱刺猪祭的祭歌。今天是拉鲁瓦族圣杯祭的第2天，祭场是在美兰部落来进行。在美兰部落，大家会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圣杯祭的仪式，包含了出祭迎神、刺猪祭、请出贝神、抛贝夺福、慰劳祭、驱魔祭以及团列祭。在这个圣杯祭里面呢，我最期待的就是请出贝神还有抛贝的仪式。抛贝的时候呢，会有主祭把12颗带有神力的贝壳往天空抛，男性族人呢就会
往前冲去抢到贝壳，抢到的人呢就可以获得贝神1年的祝福。好，就开下去。祭场的旁边，我们可以看到屋顶呢是以茅草覆盖的，是男子级会所。在会所前呢，会种植山苏。山苏呢，被拉鲁瓦族视为守护神，有驱邪避凶的作用。出祭迎神的仪式一开始呢，会由祖祭带领部落男子到各家取酒与新柴。这边我们会看到他们会带着竹筒去收集各家准备的酒，最后带回祭场内，作为祭典期间所用。还有一个蛮特别的景象是，这边主祭用5节芒来算出席的人数，只要每数一个人就会折1次。当天祭仪进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是持续的下着雨，但是族人的脚步和声音没有停下来，他们悠扬的旋律在山谷间回荡不息。这里呈现的是美容社进行刺猪祭的部分画面。由于前面在燕耳社已经做过相关说明，这边就不再重复介绍。而在圣贝祭所有的仪式当中，备受瞩目还有我最期待的环节就是请出贝神。这天我们会看到社群首领带领男子进完神礼之后，进入到祭仪场，唱着邀请贝神之歌。这边我们远远的会注意到主祭这时候把酒渣放到竹筒里搅拌，再从瓮里呢取出圣贝进入酒渣里。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是要让圣贝酒醉。相传呢，圣贝太清醒的时候会跑掉，会飞掉，所以呢，要把它浸在这个酒渣里。那等待这个贝壳变成红色的，表示圣贝已经喝醉了。这时候就可以把贝神取出，洗净。再放到布巾里。接下来这个抛贝夺福是祭仪里的最高潮，会有主祭协同头目家族的一位未婚女子到祭场的中央，一起把圣贝抛向空中。这时候所有的男子们会冲上去来夺取这12颗圣贝。抢到圣贝的男子呢，会将手中的圣贝交给主祭，报告抓到的数目和大小，让主祭呢可以根据他所抓到的圣贝给予祝福。美容社当时从小矮人那边获得的圣贝有12颗，分别是勇猛神、狩猎神、健康神、食物神、驱魔神、勤劳神、平安神、驱懒神、状元神、守护神、聪明神和风雨神，各自代表着不同的祝福和法力。接着是慰劳祭，慰劳仪式呢，会由男子们一一用蒸好的糯米饭各自捏一些喂给头目吃，来表示感谢与尊敬。这个仪式结束后呢，主祭会带着所有男子来到部落的出入口，接着发号施令。男子们从这边出去遇到的第一个生物都必须要带回部落，如果今天遇到的是猎物就必须猎捕，而如果是外族人则必须砍首。这样的出草仪式是要告诉其他部落的外族人，拉鲁瓦族人虽然少，但他们的力量是不可忽视与轻易侵略的。接着呢是驱魔仪式，他们的驱魔仪式会由主祭带领4位男子带弓箭站在祭仪场的4个方向，把火箭往天空射出，表示呢把部落中的晦气和不洁全部抛在部落之外。男子回到会所后，主祭呢会带一半的男子手持着弓去敲打每一户家屋的墙壁，并念出祷词。女子则会等待男子敲打完后，用火灰洒在家屋的周围。
曲目完之后，大家会开始唱祭歌，而唱完歌后，大家原地蹲下，主祭这时候会握着一把红梨，拿到每个人的面前，放在他们的头顶上祝福。红梨在拉鲁瓦族的文化当中有辟邪护身的作用。最后到了团猎季，男子们会到团猎区，主祭交代他们，不管有没有猎获，中午前都务必要赶回部落。男生去打猎的同时呢，妇女们也没有闲着，他们则是会在家煮糯米饭团，在祭场等男士们回来。部落男子回来之后呢，处理猎物，大家就会坐在地上聚在一起喝酒唱歌，彼此慰劳祭仪期间的辛劳。这是祭仪结束后的欢聚。祭仪的整个过程，族人都必须穿着最完整的传统礼服。为了让大家更深入认识他们极具特色的服饰，我特别邀请了当地青年来进行访谈。好，我现在呢身边是一位沙鲁瓦的青年，你要不要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那比沙拉布安呢？妈妈张优一。对，刚刚是说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B， 萨拉布安娜是我的家姓，然后我穿的这个衣服是白加纳，浅蓝色的，女生大概都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他们有总共4个社，然后今天我们在现场可以从他们的服饰来分辨他们住哪个社，像是这比较浅的颜色是海检社的，对，女生的话就是一定要有头饰，然后头饰之外就是一定要插着羽毛。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会用鸡毛这样子白色的羽毛，那以前可能是会用比较深山的鸟类的羽毛。配饰的话就是你说可有可无也是，但是女生基本上都会装饰，那我们就会一起去做或是买，所以就是依照自己的喜好对来做搭配。有些基本原则，但是大部分就是希望看上去是一致的。对，所以大家有说好，有默契，你会大概知道说要什么样比较符合这个风格跟 style。然后讲到头饰，就是你们很必要的这个头饰，因为在其他族他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的结构，有些可能特定的身份他才能去佩戴羽毛在头上。我看你们好像没有这个区分，对不对？你说的是像比较排湾。它是有明确的贵族制，但是像包含北州、阿里山的州跟纳马夏的冈兰府，还有我们沙鲁啊，就是我们比较没有分这种明确的阶级。对，姐姐们说，其实我的这个衣服就是太长，它其实应该要大概露出这个腰带，其实也是为了就是工作比较实务啦，就是衣服就是工作穿，然后还有就是腰带之外就是裙片会有2片，那我的这个裙片也是太短了一点，其实应该要过膝。我的设计师比较有想法。有自己的设计师是家人吗？这才是请就是会做族服的人，有特定的专业的对了解。因为我在来之前呢，就是看了很多拉鲁瓦的影片，然后每一支影片全部都有饼店，对，它是我们这一次那个圣杯祭的主祭。方便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从头到脚佩戴的所有东西吗？头上呢，就是通常基本上都会挂5根羽毛，那4根就是老鹰的，1根白色的就是蓝腹鹇，这是基本配备。那可能有一些人会少1根老鹰，但是他多带1只白色，就是多带1只蓝腹鹇的。往下之后呢，就是耳饰，一般是贝壳磨制的耳饰，然后到项链，一直到这个呢正带呢戴在正面的，这个是打火石带，用来钻木取火，里面以前会放一些打火石。那侧带呢，侧带就是烟袋，就是以前装一些烟草啊，还是烟斗。然后里面这个是胸带，就是放一些食物的，就这边打开之后呢，你就可以藏你想要吃的食物还是什么。因为男生的祭典在上面会有一些分礼的仪式，就是分肉仪式，吃不完就可以放里面。对，而且到裤子呢，裤子是仿皮，所以它才会有这种皮，就是可能应该是兽皮做的。然后里面会有一个像是护挡，我们现在就是穿黑裙。其实我们都称这一套叫做礼服，但平常就不会有片裤，因为工作或是狩猎的话不太会穿这个。对，女生穿着蓝色啊，深蓝色的是另外一个社群，桃园燕儿，所以那只有他们的男生的服饰跟裤子的颜色会比较不一样。男生裤子会呈现蓝色的，对。那男生的背后呢？像我们这边背后，我现在目前是4条，是5条。4条。对，黄绿蓝白。对，黄绿蓝白的象征性是代表一个社群的颜色，4个社群。那白色是美容色，因为它最后一个离开日升之地的。
你小时候第一次参加圣杯祭是什么时候？应该是国中。然后国中之后就每一年都有参加。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每一年都有。那你第一次抢到贝壳是什么时候？好久哦，很久吗？那你还记得第一次的那种感觉吗？抢到了，心里在想什么？每次参加抢贝这个仪式的时候，我都不太敢抢，因为抢到贝的时候要讲话。要讲什么？要讲告诉主祭说，我抢到什么几颗贝壳，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们不会讲族语，一开始不会讲。对，我国中不会讲族语，毕业后我大概22、23岁回部落才开始学族语。然后，但是他现在已经是这边当地的国小的族语老师。对对对，有注意到，就是你们整个圣杯祭的过程，好像没有看到太多的耆老参与其中，是目前就是已经退到幕后，然后由青年会来主导这样吗？也不是说主导，但是就是希望年轻人可以接棒，对，赶快起来。我觉得长辈们当然也默默的在旁边看啦，就是会给我们一些支持跟指导。对，年轻人说，你们再不赶快的话，很有可能这个就会断在这里。我们整个记忆是很严肃，很怕出一个错就完蛋的那种。算是就是还在学习的一个过程。整个台湾原住民来讲，好像只有我们是有一个特别真正的一个物品去祭祀的。像现在长辈们都会说，尤其是第3天那仪式是最盛大，就是抛贝夺腹的那个仪式呢。其实现在呢，我必须得诚实说，现在的圣贝呢，不是我们以前弄的圣贝。以前长辈们的圣贝，他们每次都会，尤其是第3天这个仪式，一定会有长辈们很认真的看这一天。好不好都会被检讨。以前绝对没有所谓的草地给你在那边打打滚滚，然后所以以前我有听我阿公分享过，他们以前每次办祭典就是在头目的家外面，所以你那已经是沙石啊、石头啊什么，大家就是抢打流血。我就打，为什么？因为那个圣贝是会飞的，所以为什么圣贝会有一个仪式叫圣贝见酒？就是我们要让它晕，然后要看它变色，对，要从乳白色变粉红。那以前的长辈们呢，为什么整个圣贝祭会这么的严肃？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预期到头目什么时候宣告圣贝开始。其实以前的圣贝祭在元月的时候，1月初，时间一到，头目就会检查贝瓮在家里的第2根柱子底下，埋在土里面，所以这个才会埋在土里面，就是有点象征。他会检查，4颗没回来，好，今天回来8颗还不到，所以数目不会决定，可是12颗到了，他才会宣布圣杯祭开始。所以在元月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很欢乐，大家都只能务农回家，务农回家，就是等4颗，有可能明天11颗，但有可能隔天又变8颗，就是它是飞来飞去的，所以我觉得很神。对，所以我阿公都会自己分享说，他每次都会看我们以前我们在进行抢贝的这个仪式，他就觉得我们在开玩笑，乱七八糟。他说我们以前不这么搞的，以前的圣贝就是要给他见酒之后变酒红色之后他就跳。我说长辈真的是不太好抢，所以一抢到啊，或者是抢不到，他们就是打起来。对，因为那个就是1年的祝福。然后我就觉得好难相信，我们也很想要亲眼目睹这一件事情。然后我们目前使用的圣贝呢，就白一点就是纯祭典性质、表演性质。了解。我想要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很好奇，因为你担任这个主祭是责任非常的重大，那在整个过程有没有哪一个环节是你自己最喜欢，或者是你深受感动，或者很多感触的？其实每一个环节我都还蛮喜欢，甚至是每一个环节的只要带领啊，就是除了有这个责任要传承以外，我还有这个责任我要 hold 住现场，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任何一个仪式，像今天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只要有人的动作慢了一下，错了一下，我就会说一下族语，或者眼神亮一下。我们还是一直相信这个整个记忆里面所发生的禁忌都是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或者是你的家庭，所以整个仪式的进行呢，都必须得很庄严。这一次跋山涉水，然后一路途非常遥远的来到了高雄桃园区，就是为了看拉鲁阿族他们的圣杯祭。这2天呢，在老农溪旁边听着族人唱歌跳舞，我真的觉得蛮感动的。而且特别是我每一次走进不同的部落，都会觉得自己的眼界又被打开，就像我们出国一样。其实你走入原住民的各个部落，你也会有一种眼界被打开的感觉，因为你会学到不一样的东西，看到不一样的事情。那我很感动的是，我们知道拉鲁阿族人他们的人口不多，但是在这个时间，他们为了这个1年当中最大的祭典圣杯祭，所有的年轻人、所有的族人回到了部落。我真的很喜欢看部落族人，他们每次回到部落准备祭典，那种大家齐聚一堂，为了一件事情一起合作完成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件事情我也非常的佩服，就是我看到拉鲁阿族人他们在族语的复振上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就是当地的学校呢，有很多是有族语教学，甚至呢，我们这次圣杯祭的主祭本身是担任族语老师，为孩子们从小呢就扎下文化的根，也非常鼓励小朋友他们从小就考这个族语的认证。当一个语言不再被使用，它的文化底蕴就很可能很快的会流失。特别是对于拉鲁阿族人，他们的长辈耆老好不容易花了非常多年的努力找回自己的名字，找回自己的身份认同。接下来的文化传承跟语言传承是我们新的一代的很大的挑战。那我觉得很感动的是，我看到他们都已经在这条路上了。台湾拥有非常多元的族群文化，然后我真心觉得拉鲁阿族人的精神非常值得让我们学习，因为只有珍惜然后守护这样子的多元，台湾的美好才能继续的延续下去。感谢你看到影片的最后。那如果看完这支影片呢，有任何想法想要跟我分享的，欢迎在下方留言。喜欢这支影片呢，记得分享给更多朋友，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下次再见啦，拜拜。谢谢阿鲁巴嘎吉达曼啊。好可爱哦。